我穿进了门外有杀人犯的小说中，提前知道3天后会有一个连环杀人犯潜入公寓。他还猖狂地给我留下纸条，表示我是他最中意的猎物。我尝试过报警或者离开这间公寓，但都失败了，似乎无形中有股力量阻止我这么做。看着眼前摇摇欲坠的大门，腐朽的木头窗户，我失落了一会儿，又很快打起精神来。在确认账户的余额充足后，我反手就给5家装修公司打去电话，准备把房间打造得固若金汤。既然我走不出去，那杀人犯也绝对别想进来。这是一篇连续反转的悬疑小说，主人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各怀鬼胎，杀人犯虎视眈眈地在公寓里游荡，而小说在主人公发现邻居甚至过来玩的朋友都在说谎时停在了最精彩也是要解密的地方。当时的我忍不住骂作者真会吊胃口，而此时此刻穿成主人公的我恨不得钻进作者的脑袋里，问他真相到底是什么。但现在想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不能搞定杀人犯和其他人，但我可以搞定这个安全系数非常低的房子。我直接请了5家来自各个地方的装修公司，毕竟我这个人疑心非常重，也看过很多惊悚悬疑小说，知道杀人犯很有可能会假扮成装修工人。于是我让5家装修公司相互监工，当然就算是这样，我也会亲自守在旁边，防止这5家公司的人都背着我动手脚。按照这样的方式，家里的大门、窗户、地板、天花板全部改成我要求的规格，卧室里能藏人的大衣柜，还有和地面有巨大缝隙的床铺全部扔出去，摆上张床垫，我一样可以睡。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当然没有，我还让人在门口安装了监控。经常看悬疑小说的朋友都知道，监控很容易被人动手脚。为了防止可能混进员工中的杀人犯用假视频糊弄我，我像找装修公司一样，找了9家安监控的公司，分3批安装，6个全面隐形摄像头装在我的门口，同样是1家安装，另外2家监督。在他们安装之前，我特地扯了扯每个人的脸皮，防止有之前的装修工人混进来。毕竟这是悬疑小说经常有的套路。终于我的房门前再无死角，但你以为这样就足够安全了吗？这还远远不够。万一杀人犯尝试很多遍后，发现不能进入我的房子，气急败坏之下一把火烧了公寓怎么办？所以我另找了3家装修公司，在天花板上装上灭火装置，只要着火，立马会洒下水来。但仅凭这些是不能对抗一整栋楼的大火，所以我拨通了消防电话，公寓里易燃易爆的物品全部被清出去。我又买了5个灭火器，3个防毒面罩，以防万一。火灾隐患解除了，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还差得远呢。我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肯定会被躲在暗处的那些人注意到，所以装修前我就在房门前挂上遮掩的帘子，就算他们知道我在做准备，也无能为力。再看看现在这些，你以为已经够了吗？怎么可能？房子虽然已经装得固若金汤了，可里面根本没有食物啊！万一那个杀人犯很有耐心，把我一堵上10天半个月怎么办？我吃什么？万一杀人犯断掉了我的水电，我喝什么？还怎么玩平板？给自己打造了个金笼子，再给自己活活饿死或者憋死，最蠢的死法了。200斤大米，200斤面粉，蔬菜、肉类若干，药品也不能少，桶装水也要，以防万一中的万一。我还买了3只芦丁鸡和10几种水养蔬菜，不麻烦送货的工人，我一个人搬回房间，房间里满满当当，我累得满头大汗，但我没有急着躺下，开启金属红外探测仪，把买回来的东西挨个扫了一遍。万一超市里装货的工人或者送货的工人被杀人犯混进去了呢？幸好我一一检查过后，所有东西都是安全的。发电机安在我的次卧，只要我省着点用，还是能供应我的日常需要。我短暂的休息后，继续出门。你以为我房子牢固，食物充足，就彻底安全了吗？还差得远呢。经常看悬疑小说的朋友们应该知道，信号屏蔽器是个非常关键的工具，杀人犯有了它，就能让行凶点成为信息孤舟。所以我特地买了2只卫星电话，等我在门内看够杀人犯的表演，反手就是个报警。另外，这种小说的恐惧大部分来源于武力不足，所以棒球棍、镰刀、防爆盾、防爆叉各1支，这些都是以防万一，不到特殊情况我不会用。所有东西运回家，用检测仪一一测过，我这才放下一半心，找出平板下了几10部电视剧和上千本小说，特别是我爱看的《甄嬛传》，我的另一半心也放下来了。精神食粮少不了，一切收拾妥当，我直接躺在床垫上睡了半天。夜色渐黑，他要来了。